在埃及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加隆神庙，每年的冬至日，加隆神庙都会迎来一个奇特的自然景象。日出的第一缕阳光会从神庙的入口直射入，穿过4道大门，抵达内殿最深处的法老和神明雕像。这一天是当地的日光节。从这天开始，日头慢慢变长，处在寒冷与黑暗中的人们迎来希望，庆贺新生。在中国同样如此，冬至是一年中阴气最盛的一天，阴气最盛，盛到了极点，物极必反，迎来了一束阳气。这缕阳气便是新的生命，新的开始。冬至这一天既是终点，也是起点，无终无始，无生无死。冬至是轮回里的最重要的节点，意味着过往即将消失，新的生命即将开始。我们经常说冬天要藏，藏就是把能量往里收，往里藏。在冬至这一天，能量收到最里面，最里面是什么？是自信，是真我。也就是说，在冬至这一天，是我们离自信，离真我最近的一天。阴性能量是安静，是至柔，是沉淀，是潜藏。冬至这一天，阴性能量最大，天地万物最为安静，宇宙能量藏得最深，人是宇宙之子，要顺应当下的能量规律，也应当如此。在这一天，尽量不去喧嚣的场所，尽量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尽量不用头脑思考，多用心去感受，听听柔和至美的音乐，让自己松弛下来，让自己沉淀下来。在这一天是离自信最近的一天，也是最容易开启智慧的一天，所以今天最适合打坐，在今天内观自己，去见到自己的心性，去了解真正的自己。同时冬至也是一阳生，这一缕阳便是我们的自信之光，也是我们的智慧，也是全新的自我。正是这一缕阳，让我们的生命生生不息，让我们的精神永垂不朽。今年的冬至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意义，是3元9运离火运的第2年，火是最纯粹的能量，对应着我们这颗心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，这段时间人的念头可以很快的转变，意识频率很容易提升，全民修行的时代即将开始了。这一天如同我们刚出生那般，一个全新的生命体验从这里开始。一年又一年，一世又一世，都只是在轮回之中，在宇宙大道中。俗语说冬至大如年，人们把冬至看得和春节一样重要。冬至之后，太阳直射点北归，天地间的阳气开始上升，熬冬的人们开始有了希望。但冬至之后还有小寒大寒，我们也将迎来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古人说冬3月，此谓闭藏，万物生机闭藏，我们也应顺应天时，休养生息。此时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一个字，守。守住自己，为自己储能，把根基打牢固，来年才能厚积薄发。守拙养命。临近春节，很多公司都公布了春节假日的安排，但是你知道吗？
在古代冬至日是有假期的。唐宋时期，冬至节要放假7天，和年节相同。明清时期一般放假3天。此时官衙闭门，商铺歇业，让人们静养心神，远离劳累。在古人看来，此时天寒地冻，做事是不明智的，要学会藏养能量，等到来年春天才能大展身手。冬至有3候，其一是蚯蚓节，就是蚯蚓此时在地下安安稳稳地蛰伏过冬。潜龙勿用，外界环境不友好的时候，越是折腾，越容易出事。与其奋勇争先，不如藏锋守拙，默默蓄势。王安石就是如此。21岁顺利考取进士，本来可以当京官，他却跑到地方当县官。30岁的时候在地方当通判，文彦博向朝廷举荐他，他推说自己越级升迁不好。欧阳修举荐他，他又说自己要在地方照顾祖母。英宗的时候有很多人举荐他，他又推拒，说自己身体不好，还要服母丧。但这些其实都是借口，真实的原因是当时的皇帝不支持改革，外加小人当道，他出来做事没有意义。他不显山不漏水，一方面默默在地方搞改革实验，完善自己的改革方案，另一方面和名士交游来往，积累自己的政治声望。3年不飞，一飞冲天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神宗登基之后，王安石直接被拜为宰相，开始变法革新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。围炉夜话中说，有才必韬藏，如浑金璞玉，黯然而日张也。真正有才华的人都懂得韬光养晦，在时机不对的时候抱朴守拙，默默积蓄能量，等到一声惊雷起，然后再借势乘风而上。圣人之道在隐与匿，人生难免有低谷，但是面对低谷的方式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高度。藏巧守拙，默默蓄势，如此人生才能行稳致远，福泽深厚。2. 守心养性。冬季万物凋敝，天地空茫，人的内心也会受到影响，变得低落沉闷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人生无处不飞雪，唯有守心养性。寒冬方能变暖冬，逆境方能成坦途。柳宗元有句诗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年少的时候不懂，只觉得这是浪漫文艺，长大之后才看懂其中的执着与痛苦。柳宗元和王安石一样，也是有政治抱负的，但是改革不久，皇帝就去世了，他的变法半途夭折，被触怒的权贵把他赶出京城，贬到永州，甚至派人看守。当时的柳宗元已经是半贬半囚的状态，他不甘心，写信四处求援，希望可以东山再起，但是没有人回应他。他一人在风雪中独钓，舔舐自己的痛苦与孤独。不久后，他又被陷害，贬到柳州，仕途无望。柳宗元心情郁结，难以排解，
43岁就撒手人寰。管子有言：心之在体，君之谓也。万事万物都在人的心里，只要守住自己的心，就没有什么能把人压垮。苏轼被贬黄州时，也是试图断绝人生无望，但他却没有被命运打垮，反而变得越发强大。他在城东半坡上建了一座草堂，四壁绘雪，取名东坡雪堂。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，他常常静坐在雪堂中，独守寂静。他说：吾视此静坐，一日似两日。养心贵以静，人只有静下来，才能拥有映照万物的通透。通过静坐，他抛却杂念，迅速把内心安定下来，让自己摆脱痛苦的侵扰。当你的心静了，你的世界也就跟着清静了。静心凝神，摒弃浮华，如此一个人才能守住内心的防线，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。危机是暂时的，寒冬总会过去。坦然面对命运的打压与不公，遇人修信，遇事修心。守住内心的暗，不为无常惊扰，无论寒冬酷暑，你都能活得游刃有余，自在从容。3. 守家养夫。冬至如年，也是游子归乡的时节。东京梦华录讲11月冬至，京师最重此节。虽知贫者1年之间积累甲戒，至此日更以新衣，备办饮食，相思先祖。官放官铺，庆祝往来，亦如年节。百花开而春至，百川而夏至，百草黄而秋至，百青来而冬至。团圆是冬至永恒的主题。无论身在何处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冬至一到，就是在提醒所有在外的游子该回家了。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冬至的诗：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溪灯前影半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冬至这一天，诗人没能回家，孤身一人住在邯郸的旅店。夜晚时分，他自己一个人抱膝而坐，看着眼前灯火摇曳。他没有明说自己的思念，却说家人们也像我一样围坐在灯火前，思念着我这个远行的人吧。故园梅花几度发，远隔天涯思旧乡。小时候在课本里背了很多思乡的诗，却丝毫不懂思乡的感觉。年纪大了，经历过漂泊他乡的滋味，才开始懂得团圆的意义，家的珍贵。无论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遭了什么罪，只要回到家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。人生海海，几多风雨，只要有家在，我们就有枝可依，有巢可归。冬至这天，一家人围着炉边灶台，一起吃一碗热乎乎的汤圆，就能消除一身的疲惫。南方把汤圆称冬至圆，甜甜糯糯的小丸子，象征团团圆圆。北方则吃饺子，4月牙的形状，裹着厚实的馅儿，捏上12道褶皱，寓意一年中12个月都过得和睦美满。梁实秋在《雅舍谈吃》中曾描述这样温馨的光景：吃顿饺子总要动员全家老少，和面擀皮剁馅包捏煮，忙成一团，然而意趣在其中。
其乐融融的氛围驱走了冬日的萧索与凉意，赶走一年的辛劳。年少的时候一直往外走，求学业，求事业。年纪大了才懂，家才是一个人的根，有家才有归处。我们的拼搏不是为了逃离家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家。常回家看看，多陪伴，多聊天，多挂念。家人团圆就是幸事，家人平安就是福泽。世界太大，有家才有温度，生命短暂，有爱才有幸福。冬至佳节，游子归乡，万家团圆，记得回家吃一顿饭，喝一口热乎的汤。冬至这一天也是依旧的开始。古人会在这天画一支素梅，日染一半，历经981天，寒梅尽染，余寒消散。易经、礼讲，波及必复，见天地心。熬过最黑暗最寒冷的时候，就能迎来春暖花开的一天。这几年很多人都在经历人生的冬至，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。有的是工作受挫，有的是学业不顺，但是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严寒的冬日里，守好自己，别折腾，积蓄力量等待来年，别放弃，稳定心态，拒绝焦虑。越是难熬的时候，越要自己撑过去，咬咬牙，再挺一会儿。熬过寒冬，终得春光，熬过长夜，就是新生。一个人懂得了利用冬至的能量，可以顺一整年。以冬至是子月，阳气出生之时。易经12消息卦中，冬至对应复卦，见子之月即11月卦。11月冬至这一天，是一年之阳气出生之时，阳气还微弱，需要以静养动。易学大家邵雍有诗云：冬至子之半，天心无改移，一阳出动处，万物未生时，玄九未方诞。大阴生正羲，子言如不信，更请问包羲。在见子之月，冬至之时，此时一阳出动，意味着要大动，万物未生，意味着要大生。这就是冬至的能量，一阳来复，是一个新周期的启动和萌芽。如果我们懂得用冬至的能量，可以顺一整年。二、以静养动，孕育新计划。古人在冬至是休息的，严采取安静持养的措施，闭上关卡，使商旅停止活动，官员也不省视四方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无为静养，诸事不大动。出生的阳气如同星星之火，如果大动折腾，很容易把这点阳火给熄灭了。应该静静的让其孕育和发展。引申到人世，我们在冬至这个月份可以制定计划，确定自己新的目标和方向。在行动上要小步慢行，以积累为主，不宜激进。冬至一阳来复，就像一粒种子在土壤中生根发芽了，但是还深藏在泥土中，未冒出地面。我们应该抓住这一股生命之力，坚定地守住，等待这股势力逐渐变大，蓬勃发展。换句话说，对一个可行的计划和目标，我们应该坚定信念，不急不慢，顺应规律的周期，在什么阶段就做什么事。
三、坚定心中信念，顺势而生。冬至子月是一个周期的开始，当你心中明白这条规律，一方面会对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充满信心，另一方面也会持有充分的耐心。规律的走势是必然的结果，只要你坚持的目标和方向是正向的，那么结果的走势就会越来越壮大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这一点可以让你胸有成竹，对自己不怀疑，用心如一，你才能凝聚一股心力，这股力量能克服万难，所向披靡，指引你一步一步实现目标，一心一意，百事可成。心中坚定和笃信，那么做事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难题，你都不会自我怀疑，而是理性应对，积极解决。好的开始即成功的一半。当你把该做的每一步都做到位，都走踏实，那么自然之势会引领你到达最终的方向，结果往往比你想象的还要好。这就是自然的规律，会用的人把心中之信念和自然的规律势能结合起来，单单天人合一，就能激发巨大的能量，让你所向披靡，顺利一整年乃至更长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冬至，守好自己，愿你积蓄能量，来年顺风顺水，心想事成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